经称霸宇宙的虫族霸主爆脸虫，如今只能沦落到跟苍蝇抢饭吃。只因这个世界没有异形这部电影，众人都不知道爆脸虫成长为异形的可怕。然而我在看见他第一眼就选择契约，见状全校师生都嘲笑我这辈子废了。可我知道爆脸虫不仅拥有钢铁的骨骼和腐蚀性的血液，还可以寄生其他生物变成强大异形，甚至只要有足够时间，我就能打造一支异形大军。想到这，我决定先寻找一个宿主寄生，为1周后的入学大考做准备。于是掏出手机查找异兽资料，最终我的目标落在森林古猿身上，毕竟类人结构有利于异形女王的形态塑造和一定智慧。旋即我来到最近的一个传送大厅，一道微光笼罩全身，短暂的失重感过后，传送到一片森林边缘。我打开手机查看地图，确认了森林古猿大致的活动区域，便一头扎进了茂密的林间。半小时后，我在一处灌木前停了下来，前面的空地上森林古猿正在活动，一共5只，其中1只体型最为魁梧雄壮的雄性古猿，警惕地站在一块岩石上，锐利的目光扫视着四周。我压低身体隐藏在灌木之后，等待一个能让爆脸虫接近其中1只古猿的机会。我的目光锁定在那只强壮的雄性古猿，此时它正背对着我，驱赶着一只试图挑战它权威的年轻雄性。我看准时机，立马召唤出爆脸虫，爆脸虫弹射而出，飞向一只正在啃食树根的雌性古猿。雌性古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忽然抬头，但为时已晚，爆脸虫那8条修长的节肢已经精准地抱住了它的脸颊。随后雌性古猿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突如其来的变故顿时惊动了其余的森林古猿。那只首领熊猿猛地转过身，眼睛里迸发出惊怒的光芒，他发出一声震耳的咆哮，快速冲过来救援。但爆脸虫的动作更快，他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步骤寄生。此时某种东西被强行植入了雌性古猿的体内，爆脸虫的节肢松开尾巴，从古猿脸上脱落掉在地上。这时提示音在我脑海中响起，爆脸虫幼体已完成寄生，生命周期结束，宿主状态异物入侵，生命力快速流失中。此刻被寄生的雌性古猿身体剧烈的颤抖，口中发出惨叫，轰然倒地。另外4只森林古猿围了上来，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知道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不一会，倒在地上的雌性古猿腹部开始凸起，这时古猿们察觉到了不对劲，发出威胁的低吼。忽然一声轻响，雌性古猿的胸腔猛地炸开一个血洞，破胸者从里面缓缓爬出。这时提示音响起，破胸者幼体已诞生，当前状态极度饥饿，极度危险。看着数据面板，我兴奋了起来。突然一道红色的字体吸引我的注意，眼前的破胸者竟快要饿死了。就在我着急的时候，他突然发生了异动，竟朝着一只古猿飞奔而去。仅仅一瞬间，那只古猿惨叫一声便倒地不起，破胸者趴在尸体撕咬着血肉。这时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发生变化，在短短10几秒内就长到了半米多高，隐约有了异形标志性的轮廓。另外2只较为弱小的雌性古猿见到同伴如此凄惨的死状，早已吓破了胆，立马不顾一切的转身就逃。但为时已晚，体型暴涨一截的破胸者猛地跃起，用利爪撕裂其中1只古猿的背脊，瞬间毙命。破胸者没有停留，便转向了最后1只逃窜的雌性古猿。我屏住呼吸，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此时那只首领熊猿终于从愤怒中反应过来，凶性彻底爆发，然后大叫一声，朝着异形幼体猛冲过去，大手向异形的头颅猛地拍去。与此同时，异形幼体察觉到了危险，细长的尾巴狠狠抽向熊猿的侧脸，啪的一声脆响，熊猿的动作被打断，脸上出现一道血痕。同一时间，异形幼体借着这股力量，灵巧地避开了熊猿攻击，然后前肢一撑，猛地扑到了熊猿的背上，尖锐的爪子深深刺入熊猿的后颈。这时熊猿发出一声惨叫，疯狂地扭动身体，试图将背上的怪物甩下去。这时我注意到异形在攻击的同时，竟还在汲取着熊猿的生命力与基因信息，它的体型在持续增长，头部的轮廓越来越接近我记忆中的形态。终于，首领熊猿的身体重重倒地不起。见状，异形幼体从他的尸体上跳下，此刻他的体长已经超过了2米，他站在4具森林古猿的尸体中央，如同一位刚刚加冕的黑暗君王。这时提示声响起，破胸者成长期，已吸收足够生物能与基因信息，开始最终进化。随后我看到异形的身体表面分泌透明液体，将自己整个包裹成一个巨大的茧，茧的表面一股股强大的能量波动从茧内散发出来。此时我整个人止不住的兴奋，因为异形正在向女王形态进化。我选择森林古猿作为初代宿主，就是为了这一刻。突然咔嚓一声，茧鞘上传来一阵碎裂的声音，最终茧鞘猛然炸开，一个庞大而优雅的身影缓缓从中站起，正是我所期待的异形女王。她的体型比之前的首领熊猿还要高大一圈。这时提示音响起，异形女王已确认精神连接，将您视为最高指挥官。随即她来到我面前，巨大的头颅缓缓低下，我伸出手放在异形女王的头上，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第1位战士。异形女王似乎听懂了我的话，发出一声低沉的嘶鸣。这时提示音再次响起，异形女王成长期已初步稳固，产生强烈繁殖本能，请求指示。我立马下达指令，你可以尽情释放你的本能。旋即异形女王回到预售空间，突然系统提示警告，异形女王繁殖将消耗巨量生物能，请宿主尽快补充高能量物质。对此我皱起眉头，异形繁殖消耗的能量绝对是天文数字，刚刚那4只森林古猿仅够女王自身进化所需，想要孵化出异形战士还需要更多的能量。随后我边走边想，通过传送阵返回到城市。此时我的脑中灵光一闪，生肉屠宰场，那些牲畜蕴含的能量绝对比普通异兽要多，可惜自己身无分文。正当我为此苦恼时，一旁的广告吸引了我的注意，高利贷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自己拥有异形女王还怕个毛。见此我立即掏出手机打了过去，你好，我看到你们的广告了，想借点钱急用。电话那头的声音沉默了几秒，似乎
乎在判断我的诚意。要多少？先来个50万吧。男人冷笑一声，呵呵，口气倒是不小。50万可以，地址发给你，带上你身份证自己过来。一转眼我来到对方发来的地址，几个壮汉正围着一张桌子打牌。这时一个青年来到我面前，你就是打电话借钱的？我点了点头，把身份证、学生证拿给他。随后青年拿来一份准备好的借贷合同给我，我立马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豹哥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快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银行到账短信，50万一分不少。这时豹哥开口说道，1个月后连本带利100万，要是还不上后果你清楚。放心豹哥，我这人一向很讲信用。说完我直接打车前往屠宰场。刚下车，一个中年男人向我走了过来，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你们这里今天还剩下多少活猪活牛？我全要了。听到这，中年男人顿时兴奋不已。您稍等，我马上安排人给您清点装车。很快一头头活猪活牛就被装到了空地上，于是我立马走到他们面前伸出手，一头头猪牛陆续传送进预售空间。当第一头活牛被传送进来，异形女王精准地锁定了那头猎物，瞬间出现在了活牛身后，锋利的前肢轻易划破了牛的后皮，随意几下便将它肢解完成。紧接着是第二头、第三头，异形女王站在尸体堆中，开始疯狂吞噬着这些血肉，一股股磅礴的生命能量被她吸入体内。此时我能清晰地感知到异形女王的气息在飞速壮大，可此时异形女王忽然停止了进食，她抬高尾部，一颗颗椭圆形的巨卵一一排出，十几分钟后才停了下来。巢穴的地面上已有足足50枚异形卵，我看着眼前的景象，全身都兴奋了起来。我的第一批异形战士即将诞生，看着他们的孵化倒计时，我决定先回家休息。第二天天亮，我刚睁开眼，意识就沉入了预售空间，眼前的景象让我猛地睁大了眼睛。抱脸虫幼体竟已经孵化了32只。就在我沉寂在喜悦时，门外突然响起粗暴的敲门声，我微微皱眉，这个时间点会是谁？我起身打开门，发现是我的前女友柳如烟。柳如烟开口说道：“小军，我们毕竟在一起那么久，现在分手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补偿50万的青春损失费？”我嗤笑一声：“柳如烟，你妈怀你的时候是不是天天拿水晶猪皮当饭吃？不然你这脸皮怎么这么厚？”柳如烟脸上的期待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铁青。小军，这50万你必须给，不然我就把我们之间的事情发到网上去，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渣男。闻言我说道：“我的青春在你这种女人身上浪费了那么久，怎么也得值个100万吧？所以按照这个算法，你现在倒欠我50万。”听完柳如烟脸上露出愤怒，我现在就回去发帖子。猛地转过身就要冲出房门，然而她刚转过身，就碰到异形女王如同死神的脸，吓得她连忙后退。这是抱脸虫。小军，你以为用一只臭虫子就能吓到我吗？我告诉你，我可是契约了烈焰鸟的准预售师，我的烈焰鸟潜力优良，收拾你这只恶心的虫子绰绰有余。说着，他手腕上亮起一阵光芒，一只猛禽出现在房间内。烈焰鸟一出现，目光就死死地锁定在异形女王身上。柳如烟看到自己的受宠，心中稍定。小军，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柳如烟脸上重新浮现出高傲的神色，指着异形女王对烈焰鸟下令：“烈焰鸟，给我烧死这只！”但他的话音还未落下，一道肉色的影子从天花板的阴影中猛然落下，霎时间，影子已经死死地扒在了烈焰鸟的头部。烈焰鸟疯狂地挣扎起来，短短几秒钟，烈焰鸟的挣扎幅度越来越小，最终他身体一软倒在地上。此时，柳如烟正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潜力优良的烈焰鸟就这么死了。然后他猛地看向我：“小军，你对我的烈焰鸟做了什么？我告诉你，我的烈焰鸟要是有个3长2短，我跟你没完。”然而他的话音刚落，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撕裂声响起，破胸者从烈焰鸟的胸腔中猛然钻出。柳如烟看着那只从兽虫体内钻出的怪物，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这时我凑近柳如烟：“你刚才说要怎么跟我没完？”柳如烟转过身说道：“我错了，小军，我错了，求求你放过我。”看着柳如烟的丑态，我心中浮现出一个想法，想我放过你也可以，但你要签下100万的欠条赎身。柳如烟见状连忙点头答应，立马拿过欠条签下名字。我检查完欠条发现没啥问题，满意的点点头。我不仅要放你离开，我还要把你的受宠还给你。听完我的话，柳如烟愣住。烈焰鸟它不是已经死了吗？我笑而不语。柳如烟转过身，只见刚才啃食烈焰鸟的破胸者已经变成跟烈焰鸟相似的怪物。柳如烟颤抖地说道：“小军，这是什么东西啊？”我淡淡道：“你的受宠烈焰鸟。”闻言，柳如烟猛然一怔：“从今天起，以后它就跟着你，知道了吗？”柳如烟不敢反抗，生怕和烈焰鸟一样的下场，只能硬着头皮点头答应。见状，我说道：“你可以走了，但之后最好别耍花样，不然你的下场你自己清楚。”随后，柳如烟快速跑出房门，消失不见。这时，我将异形女王收入预售空间。我看着预售空间第一批抱脸虫，全身都兴奋了起来。现在需要的就是优秀且多样化的寄生宿主。于是我打开手机查找异兽活动最多的区域，智慧型有了异形女王暂时不缺。接下来需要一些具备特殊能力的种族，打造一支全能型的异形军团。最终我的目标锁定在黑森林外围，那里异兽种类繁多，人迹罕至，更适合抱脸虫活动。我没有犹豫，立即前往黑森林外围。几小时后，我抵达黑森林外围，找了一处隐蔽的林间，然后我释放出30只抱脸虫，随即我传出指令，去寻找你们认为最合适的宿主，完成寄生进化，然后回到这里集合。记住，我只需要最强大的战士。如果你们选择的宿主不够优秀，或者你们在寄生过程中失败了，那你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我深知异形这种生物本身就是在残酷的竞争与进化中诞生，只要有异形女王在，抱脸虫的数量就不是问题。而目前我要的是质量，不需要弱者。那30只抱脸虫似乎理解了我的意图，它们发出细微的叫声，
旋即化作30道影子，朝着不同的方向冲入森林。与此同时，正在啃食浆果的尖角花鹿浑然不知一道危险即将到来。正当他高兴啃着浆果时，突然一道黑影从他头顶的树上猛然扑下，死死抱住他的面部。没过几秒，花鹿便剧烈颤抖，轰然倒地。另一处，一只穿山甲正警惕地从洞穴中探出头，他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似乎察觉到一丝不同寻常。可他殊不知，正有一只抱脸虫早已潜伏在洞口旁的草丛中。就在穿山甲准备缩回洞穴的瞬间，抱脸虫闪电般弹射而出，死死地抱住他的头部。由于穿山甲的鳞甲在抱脸虫面前形同虚设，抱脸虫直接刺进他的头部完成寄生。而类似的场景在黑森林外围的各个角落不断上演。有的抱脸虫选择了拥有锋利爪牙的幽影豹，有的选择了体型壮硕的石蝠野猪，甚至有一只盯上了潜伏在河流中的剧毒水蛇。此时我闭眼感受它们的位置，每一次成功的寄生都给我带来了一股冰冷的满足感。大约1个多小时后，森林中开始传来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撕裂声，正是第一只异形的诞生。此时它正从一只尖角花鹿的胸腔中钻出，然后开始疯狂啃食宿主的身躯。随着时间的流失，一只又一只的小型异形逐渐诞生，因为所寄生宿主的不同，获得的能力也各不相同。以幽影豹为宿主的异形，体态更加轻盈矫健，爪牙也更为锋利；以石蝠野猪为宿主的异形，则显得更为粗壮，外骨骼似乎也更加厚实。而那只以剧毒水蛇为宿主的异形，体表竟然隐隐泛着一丝诡异的墨绿色光泽。看着这些幼小的异形，我直接命令他们前往森林外围自由觅食。几个小时过去，异兽的尸体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丘。见到如此多的异兽尸体，我尽数将它们收入预售空间。原本空旷的预售空间瞬间堆出一座小山丘。紧接着，我朝异形们下达指令，迅速回到我的身边。不一会儿，他们已经整齐站在我的面前。看着他们强壮的身躯以及身上浓烈的杀戮气息，我满意的点了点头。但我的目标不止于此，我需要一批能够以1敌100的强大异形。于是我直接朝森林内部走去，毕竟里面潜藏着更加稀有的异兽。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我的周围突然弥漫起一层层雾气，我眉头微皱，这雾来得有些蹊跷。随即我放出3只体型较为矫健的异形，命令他们在我的前方警戒。接着我继续前进，但很快发现，在这浓雾之中，方向感变得异常模糊，就连被我派出去的异形也迷失了方向，这让我顿时警惕起来。这雾有古怪，于是我停下脚步，不再前进，召唤烈焰鸟飞上天空侦察情况。随着它飞上天空，我立即共享连接它的视野，查看这片浓雾的情况。然而仅几秒钟，浓雾上方突然传来一道巨响，同时我的瞳孔猛地一锁，自己与烈焰鸟的精神连接竟然中断。紧接着烈焰鸟的血液从天空洒下，血液刚触碰到植物，它们就瞬间枯萎，地面也被腐蚀出一个个不规则的坑洞。我见状心中一惊，那只异形化烈焰鸟竟然被秒杀了，这让我不禁思索起来，能在一瞬间秒杀我精心改造的飞行异形，在这浓雾之中究竟潜藏着一个何等强大的存在？此时我的背上升起一股寒意，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直接的威胁，但是我更多的是兴奋，因为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最佳宿主，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我当然不能错过。于是我将预售空间里所有的异形全部放出，让他们潜伏起来等待我的信号。随后几十只异形融入周围的环境中，转眼只剩下我一人。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等那个未知生物主动上钩。几分钟后，一道身影猛地从浓雾中向我扑来，同时我周围早已潜伏多时的异形们也从4面8方猛向他扑去。那道偷袭的黑影一愣，显然没料到周围埋伏着如此多的敌人，他试图后退，但为时已晚。异形们从各个方向进行攻击。这异兽虽然强大，但在异形配合默契和数量优势下，最终异兽被死死按在了地上。随后我走了过去，看着被异形压制的黑色异兽，露出满意的笑容。随即我释放一只抱脸虫扑向异兽的头部，不一会，异兽发出凄厉的叫声，身体剧烈的挣扎起来。这时提示音响起，寄生已开始，目标隐雾前交，稀有级，基因稳定性高。几分钟后，抱脸虫的节肢松开，从隐雾前交的脸上掉下，一道漆黑的影子从隐雾前交的胸腔钻出。预售空间提示响起，新异形单位诞生，宿主隐雾前交，成功继承宿主天赋，高级暗影前行，剧毒撕咬，浓雾掌控，幽影突袭。新单位命名隐雾异形。隐雾异形没有丝毫停顿，开始啃食脚下隐雾前交的尸体。不一会，隐雾异形停止进食，走到我面前，低下头颅，表现出臣服的姿态。我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很好，你以后就叫雾影。隐雾异形满意的发出声音进行回应。旋即我收回了所有的异形，走出黑森林区域。在接下来的1周时间内，我每天都在为抱脸虫寻找各种合适的宿主，而预售空间中异形数量也在增长，已初步形成军团般的规模。此时我看了看时间，发现今天是预售学院大考的日子。转眼间我来到考场，高台上站着的是预售协会的会长，也是本次大考的主考官。随着他宣布考核规则，本次大考共分为3个环节。第一环节，受宠资质测定，我们将根据你们受宠的综合潜力，评定出1级到 SSS 级的资质等级。第二环节，受宠实战输出测试，你们的受宠将在特制装备上进行攻击，我们会记录其造成的有效伤害值。第三环节，综合评分与排名公布，我们将根据前2个环节的成绩，综合评定你们的最终分数，并以此作为各大预售学院录取的依据。随着会长话音落下，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中，考生们开始进入不同的测试区域。此时一处受宠资质测定区，柳
如烟的异形烈焰鸟站在仪器面前，鉴定老师启动了资质测定仪，仪器中射出的光芒笼罩在异形烈焰鸟身上，仪器屏幕上的数据开始飞速跳动，最终屏幕出现一个红色的字母，顿时引得人群爆发出一阵惊呼声。以及资质，这在普通高中毕业生中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柳如烟听着周围传来的议论声，让她无比沉醉，她甚至觉得身旁这只怪物似乎没有那么难以接受了。另一边，我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一急嘛，倒也勉强配得上那只猎鸟的底子。很快，我这边队伍就轮到了我。一个女老师说道：“同学，请召唤你的兽宠。”我心念微动，从预售空间释放指定单位，然后雾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身旁。雾影的出现顿时吸引了周围人的目光，它太完美了，完美的不像这个世界的生物。女老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启动了鉴定仪器，光芒再次笼罩，仪器屏幕上的数据疯狂飙升，丝毫没有减缓的迹象。周围的考生们已经彻底看呆了。突然，鉴定仪器发出一阵尖锐的警报声，屏幕上的数据最终停留在一个令人震惊的 S 字母上，整个资质测定区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盯在那块屏幕上，仿佛要将那个鲜红的 S 字母看穿一个洞。那名女老师更是捂住了嘴巴，眼睛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竟然是 S 级，甚至连高台上的主考官此刻也正震惊地望向这边。我对此却毫不在意， S 级资质对我而言算不了什么。随着异形军团的不断壮大，我甚至能够批量培育出传说中的 SSS 级异形，到那时整个世界都将为之颤抖。随即我收回雾影，在无数人的目光注视下，我径直走向第二环节实战输出测试区。此时来到实战测试区内，柳如烟正享受着周围人敬畏的目光。我走到柳如烟身边，柳如烟看到我的脸，眼神不自觉地闪过一丝恐惧。刚才被人众星捧月的感觉是不是很不错？柳如烟颤抖地回答道：“是，我喜欢这种感觉，非常喜欢，很好。”我点了点头，不再多言。不一会，测试就轮到了柳如烟，她带着异形烈焰鸟走到了一个装靶前，随即下达了攻击指令。那只异形烈焰鸟猛地射出一股液体向装靶飞去，装靶表面瞬间被腐蚀出焦黑的痕迹，屏幕上的数字面板飞速跳动起来，最终定格在150。这时周围传来一阵议论声：“150点伤害不错啊，这威力比一般的火焰攻击强多了。”柳如烟听着这些声音，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而我的内心毫无波澜。150点伤害对于一个新手而言，确实算是不错的成绩，但也仅此而已。转眼间就轮到了我，我走到装靶前，心念微动，召唤出雾影。雾影的出现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也都想看看 S 级的兽宠到底有多强。随即我下达指令攻击，雾影身影悄无声息消失在原地。下一刻，装靶被雾影瞬间切成了两半，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那可是特制的装靶，就算是高阶御兽师的兽宠，想要将其破坏也需要很长时间。此刻装靶上方的数字面板疯狂跳动起来，最终一个鲜红的数字定格在1000。与此同时，高台上那位御兽协会的会长全身止不住的激动颤抖，居然是满分。随后对着身旁的助手道：“快联系龙都御兽学院、魔都御兽学院，还有战神御兽学院，告诉他们江城市出了一个绝世天才，让他们立刻过来抢人。”不一会，测试结束，屏幕上显示出成绩，这个成绩足以让柳如烟进入一流御兽学院。她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就在这时，我挡在了她的面前，嘴角带着一丝笑意。大考结束了，那么我的烈焰鸟是不是也该还给我了？柳如烟浑身一颤，刚才的得意和喜悦全然消失。不要，小军，求求你，再把它借给我一段时间，只要你肯把它借给我，我什么都愿意做。我皱眉道：“你确定？”柳如烟小声道：“我确定。”很好，既然你这么有诚意，那我也不是不能考虑，但我要先给你一个考验。如果你能通过这个考验，烈焰鸟你想用多久就用多久。听到我的话，柳如烟的眼睛猛地亮了起来。什么考验？去上次你去豹哥贷款100万赎金的那个地方，帮我带一样东西过去。说完，我从预售空间取出一个异形卵，你只需要把它们送到那个地方就行了。我知道他不敢拒绝，如果他失去了这只烈焰鸟，就等同于失去现在的一切。于是他果断回答道：“好，我答应你。”片刻后，柳如烟来到一个房间，豹哥他看到柳如烟也是一愣，这不是柳大校花吗？怎么想通了？知道还不起钱，打算用别的来抵。豹哥，我是来送东西的。送什么东西？柳如烟将包里的异形卵放在桌上，豹哥好奇地凑上去看，就在他的脸凑到卵壳前面的瞬间，异形卵猛然裂开，一只豹脸虫窜出，死死地抱在他脸上。随即豹哥发出一声惨叫。柳如烟看着眼前这一幕，连忙向房间外跑去。半个小时后，一个小弟从外面回来，看着眼前的景象，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地上尸体旁边，一只通体漆黑的怪物啃噬着尸体。正当他颤抖着一点一点向后退去，可为时已晚，异形猛地抬头向他冲去，布满骨刺的长尾瞬间将他的胸口穿透。与此同时，柳如烟回到出租屋，摸出手机拨通了我的电话：“小军，我已经按照你说的把东西送过去了，都解决了。”“是，都解决了，很好，你做的不错，以后只要你听话，那只烈焰鸟你想用多久就用多久。”柳如烟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谢谢你，小军，我一定会听话的。”随后我挂掉电话，打开电脑，屏幕上2条醒目的红色标题弹了出来：突发，黑暗森林外围区域魔兽疑似遭到大规模狩猎，多种低阶魔兽数量减少，骇人听闻。某麻将馆内发生恶性魔兽伤人事件，现场惨烈，已造成多人死亡。我看着那2条新闻，嘴角勾起一抹微笑。豹哥这个麻烦解决了。至于柳如烟，呵呵，先让他多活一会儿。另一边麻将馆外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一名年轻警察说道：“刘队，里面太惨了，死者初步判断有23人，全部都是胸腔被暴力破开。”刘队皱眉道：“魔兽的种类确定了吗？”年轻警察摇了摇头，暂时还没有发现魔兽的踪迹，但是我们在门口的监控中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极有可能跟一个女孩有关，找到她，立即确认监控中女子的身份。随后年轻警察转身匆匆离去。就在这时，一辆越野车停在了麻将馆门口，从车上下来2男1女，为首的中年男人走到刘队面前，拿出御兽师协会特别行动组组长的证件，告
高远，奉上级命令，从现在开始，这里由我们全面负责。见状，刘队示意手下的警员解除对麻将馆入口的封锁，随即高远向里走去，身后跟着一男一女2名队员，三人走到里面，从预售空间召唤出各自的兽宠。高远的兽宠是笑风狼，负责警戒；男队员嚣张的兽宠是青焰豹，负责追踪；女队员林慧的兽宠则是灵童枭，负责侦查。不一会，高远发现一处墙角有个不规则的洞口，走近一看，明显是某种生物强行破开的。高远和笑风狼率先钻进洞的入口，接着林慧和嚣张也紧跟其后，带着兽宠跟了进去。刚进入下水道内，里面的景象已经完全超出了几人的认知，整个下水道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巢穴，看着地面上排列着密密麻麻的肉卵，高远示意笑风狼保持警戒，眼前的景象已经超出了他对已知魔兽的理解范畴。这时，嚣张身旁一个肉卵的表面出现裂痕，他刚伸出手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高远的声音响起：“嚣张，住手！”但为时已晚，卵的顶端猛然裂开，一只抱脸虫猛地窜出，扑在嚣张脸上。见状，林慧准备上前帮忙，但高远却一把拉住了他，他的血液可能有强腐蚀性，那怎么办？队长，此刻被抱脸虫覆盖的嚣张用双手撕扯着脸上的怪物，但怎么也弄不下来。高远咬了咬牙，准备冒险一搏，拿出一把短刀。林慧准备急救。就在这时，那只扒在嚣张脸上的抱脸虫突然身体一僵，从嚣张脸上掉在了地上，一动不动。嚣张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高远和林慧都愣住了。嚣张，你怎么样？我还好，就是头有点晕。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带嚣张出去，联系总部请求支援。这里的情况已经超出了我们小队的处理能力。林慧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队长，这些卵怎么办？高远果断下令，笑风，把这些东西全部毁掉。笑风狼张开巨口，数道锋刃瞬间掠过了整个巢穴地面。那些异形卵在锋刃的切割下，地面上所有的异形卵都无一幸免。随后，高远扶起嚣张，带着林慧和2只兽虫返回原路。就在他们即将看到下水道出口时，嚣张突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声。此刻，嚣张的眼中充满了痛苦，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要，队长，救我！林慧刚准备掀开嚣张的作战服查看，高远大声喊道：“别碰他！”但还是晚了一步，一声血肉撕裂声响起，嚣张的腹部猛然炸开一个血洞，一只异形从嚣张的体内破肚而出。霎时间，林慧的脖颈被那破凶者头部狠狠撞断，林慧的身体僵硬地倒了下去。高远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2名得力手下，一个被残忍寄生，一个被瞬间秒杀。随后，破凶者发出一阵嘶鸣，又迅速冲向还在发呆的高远。就在破凶者要攻击到高远时，笑风狼突然猛地跳出，挡在了高远身前，口中发出音波打在破凶者身上。下一秒，一声巨响，破凶者的身体炸裂开来。然而此时高远却僵硬地站在原地，目光看着他2个队员的尸体，眼中充满怒气，心中悲痛万分。与此同时，魔都特务科科长萧敬寒来到御兽师协会会长冯振国的办公室内。我这次来江城是想见学院大考满分的小军。冯建国心中不禁暗暗感叹，不愧是特务科，3大学院的校长都还没到，特务科就已经找上门来了。小军此人并非我协会成员，萧科长找他可是有什么要事？一些私事或许也算公事。正当冯振国进一步试探时，此时高远的电话声响起：“会长，任务失败了，嚣张、林慧都牺牲了。”听到这，冯振国全身猛然一震，眼中充满了震惊与怒火。到底发生了什么？随后高远又继续汇报巢穴内发生的一切。听完高远的话，他强压下怒火悲痛，怕高远做出不理智的事，随即下令立刻撤退，不要冲动，我会马上增派人手过去。挂断电话，萧敬寒开口道：“冯会长似乎遇到麻烦了，我派出的特别行动小组几乎全军覆没，一种未知的魔兽在地下排水系统筑巢，并且他们拥有类似寄生的繁殖方式，连高远这样的精英都束手无策。”萧敬寒听完后，眼神充满了兴奋：“冯会长，既然我正好赶上了，不如这个麻烦就由我来替你解决，如何？事后劳烦冯会长安排一下我和小军见个面就好。”看着萧敬寒如此自信，冯会长当即同意：“那就有劳萧科长了。”小事一桩，他话音未落，周身突然出现一团黑影，随即消失在阴影之中。转眼麻将馆地下巢穴中心，萧敬寒从一处阴影中走出，正当他向巢穴内走去时，几声叫声从里面传来，紧接着2只异形冲了出来向他扑去。然而萧敬寒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在2只异形距离他不足3米时，他的手中突然出现一把黑色长弓，射出黑色箭矢，瞬间将异形头颅射穿。随后萧敬寒提着异形头颅从麻将馆内走了出来，将那2颗头颅扔在刘队和高远的面前。2人看到的异形头颅的第一眼，都隐隐后背发凉。威胁已经解除，都收拾一下散了吧。另一边我闭着双眼，但意识却通过破凶者的视角看到了下水道里面发生的一切。快，太快了，我甚至来不及分析他的能力，只看到那女人手中长弓将2只异形瞬间秒杀。这时提示音响起，与异形编号734精神连接已强制断开，与异形编号735精神连接已强制断开。我睁开双眼，脸上浮现出一丝诧异。那个女人与传统的御兽师战斗不同，她并不依赖兽宠进行战斗，而是将兽宠的力量转为己用。但是对我而言，2只异形的损失不过是实验过程中微不足道的意外损耗，但是这个女人的出现却是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就在这时，柳如烟打来电话，看着来电我并不意外，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喂，小军，救救我啊！警察，好多警察在门外，他们让我出去。小军，我该怎么办？我不想被抓啊！柳如烟的每一句话都像是濒死前的哀鸣。我假装沉稳道：别慌，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抓你？我不知道，他们什么都没说，就让我出去。是不是因为麻将馆的事情？那些卵，如烟，你觉得呢？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我只是想变得更强，变强从来都不是错误。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一旦抓住你，你的御兽师资格，你的名声，你未来的一切，都会因为这件事彻底断送。不会的。柳如烟喃喃自语，声音带着颤抖。你以为他们会放过一个与未知魔兽伤人事件有关联的人吗？他们只会把你当成一个危险分子，把你清除。
你的未来在他们眼中一文不值。我的话语将柳如烟心中最后一丝侥幸击碎。在我的语言引导下，柳如烟心中慢慢升起玉石俱焚的注意。小军，我该怎么办？你不是还有烈焰鸟吗？它很强，不是吗？你的未来当然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电话那头，柳如烟沉默了几秒。是啊，我还有它，我的未来，谁也别想夺走。小军，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这时，砰的一声巨响从电话里传来，房门被彻底撞开的声音。紧接着，柳如烟发出一声惨叫，随后我挂断电话。这时提示音响起，战士一型烈焰鸟死亡。看着提示信息，我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柳如烟这颗棋子，她也算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发挥了应有的价值。至于那些警察，想必此刻他们一定既震惊又侥幸吧。震惊受宠居然会干掉自己的主人，侥幸那只发疯的受宠没有做任何抵抗，被他们乱枪打死。这出戏应该足够精彩。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喂，小军先生吗？我是江城御兽师协会的会长冯振国，现在方便见一面吗？当然，我很期待与冯会长的会面。第二天，冯振国和萧敬寒坐在一家咖啡馆内，高远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会长，初步调查结果出来了，唯一的线索嫌疑人柳如烟死了。冯振国眉头皱起，死了？怎么回事？根据执法记录仪的画面显示，他被自己的契约兽烈焰鸟当场干掉。什么？怎么会这样？并且因为那只烈焰鸟陷入了狂暴状态，为了防止意外，所以我们的人就将其击毙了。听着高远的汇报，此刻冯振国也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更重要的是，根据执法记录仪上的画面，那只烈焰鸟展现出的一些特征，与我们在下水道巢穴遭遇的那些怪物有几分相似。虽然形态和大小不同，但它们头部特征非常接近，所以我们初步判断，柳如烟很可能就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幕后黑手。他通过某种未知的方法，培养或者控制了那些恐怖的魔兽，最终玩火自焚，死在了自己受宠的手上。听着高远的解释，冯振国陷入了沉思。这个结论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既然已经有了初步结论，那就按照这个方向尽快结案吧。通知各大媒体做好正面宣传，重点突出我们御兽师协会与警方的快速反应和英勇表现。明白。挂断电话，冯振国刚长舒一口气，我就进门来到冯振国的位置。冯会长，冯振国看到我，脸上露出一丝客套的笑容。小军先生，你来了，快请坐。此时冯振国介绍道，这位是来自魔都特务科的萧敬寒萧科长。我的目光自然地看向萧敬寒，当看清她的容貌时，我心中闪过一丝波澜。这个女人不就是在下水道瞬杀自己2只异形的那个神秘强者吗？她竟然是魔都特务科的科长。萧科长你好。萧敬寒看着我，仿佛要将我彻底看透。不知冯会长约我前来是有什么事？其实今天约你过来，主要是萧科长有些事情想和你谈谈。现在我这边还有一大堆后续事务需要处理。萧科长，小军先生，那我就不打扰了，你们聊。冯会长走后，随即萧敬寒开口道：小军先生，我代表魔都特务科正式邀请你加入。听完我心中微微一颤。特务科是龙国最顶尖的御兽师组织之一，权力极大，资源丰厚，但也意味着麻烦与束缚。对于一心只想安静培育异形的我而言，这并非一个好的选择。一旦加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受到监视，异形的培育与进化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小军先生似乎有些犹豫。萧敬寒笑容中带着一丝玩味。我正准备找个合适的理由婉拒，却见萧敬寒将手机屏幕转向我。我看向屏幕上面的文字，让我为之一颤。我明白他不是在猜测，而是已经确定了某些事情。我没有兜圈子，直接挑明。所以你很清楚，麻将馆地下发生的一切与我有关。何止有关？小军先生恐怕是这一切的源头吧。此刻我心中大为震惊，这个女人比我想象中还要棘手。既然萧科长已经有了这样的结论，为何还要邀请我加入特务科，而不是直接给我戴上一副特制的镣铐？小军先生，那未免也太暴殄天物了。特务科奉行的准则向来简单，实力为王这4个字，在你正式成为特务科的一员之前，你做过什么？你曾经是谁都无关紧要。当然，一旦你加入，你便是龙国的利刃，你的一言一行都将代表特务科，代表这个国家。小军先生，我从没说自己是什么良善之辈，在我加入特务科之前，我所做过的事若论起恶劣程度，可远在你之上。小军先生，一旦你踏入那个世界，你会发现那里有数之不尽的败类和披着人皮的恶魔，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你的那个小小的麻将馆实验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而你将有大把的机会去处理他们。随后萧敬起身说道，我在江城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地址，魔都特务科，明天早上8点钟，不要迟到。还没等待我的回答，他便快速离去。作为穿越者的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多感情，要说加入特务科是为了保家卫国，我自诩没有那么高尚，但一想到自己可以随意处理那些人渣，我的嘴角就不自觉扬起笑容。培育异形的最佳器皿，这不就来了吗？但前往魔都那种大地方的话，我还需要将异形女皇再次进化，毕竟拥有强大的力量才能保护好自己。转眼回到家中，我立即进入御兽空间，看着空间内异形女皇身体中庞大的生命能量，我开始用精神力引导女皇进化。这时提示音响起，检测到宿主指令，异形女皇开始进化。紧接着一个卵将自己包裹起来，不一会卵爆裂开来，异形女皇身上散发出一股精神波动，笼罩了整个御兽空间。这时提示声响起，异形女皇进化成功，晋升为异形酋长。异形酋长获得新能力精神念力，部落内所属异形获得酋长加护，进化速度微量提升，精神抗性微量提升，精神念力微量提升。我看着面板上的新能力，嘴角不由自主地扬起。精神念力，这意味着我的异形军团终于摆脱了纯粹物理攻击的桎梏，拥有了更诡异更难防备的攻击手段，而且
酋长加护还能提升其他异形的进化速度，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增幅。第二天一大早，我便来到特务科科长办公室报道，这里人似乎不多，特务科的成员不需要朝九晚五的待在办公室里，大家从不需要强制出现在这里，只需要在外执行各自的任务即可。你以后有的是机会认识他们，或者永远也见不到某些人。随即萧敬寒拿出一个文件夹给我，既然加入了特务科，就不能当闲人，这是你的第一个任务，算是入职考核。我看着文件夹的内容，眼底深处掠过一丝冰冷的寒意。培育异形正需要这样的养料。接着他拿出一串钥匙和一份特务科的证件给我，这是你的住处，滨江花园3栋701。我接过钥匙，心中暗道，居然还包分配住处，好像也不错嘛。此时我再次看向手中的文件，那个名叫陆振宇的男人，在我眼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任务目标，更是异形军团成长的绝佳祭品。尤其是新晋的异形酋长以及他刚刚获得的精神念力，正需要一个合适的试验品。什么时候动手？特务科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一切都随你心意，而我只需要一个结果，对你我都有利的结果。不一会，我来到配备的公寓，再次翻开陆振宇的资料。培育异形需要大量的生命能量，而这些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人渣，无疑是最佳的养料。萧敬寒给出的资料虽然没有陆振宇的直接藏身地址，却详细列出了他手下几个主要骨干的活动信息。我逐条细看，最终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名字上：徐超，性别男，年龄26，身份魔都第3中学语文教师，陆振宇团伙主要打手之一。这时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微笑。魔都第3中学的语文教师，这个身份倒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第二日清晨，我来到魔都第3中学校长办公室，校长王志强听到我进来的声音，眉头猛地一皱：你是哪个班的学生？不知道进校长办公室要先敲门，得到允许才能进来吗？我没有理会他的质问，直接打断了他的话。徐超的亲舅舅。听到我的话，王志强面色一惊，当年暗箱操作费了不少劲，才把你的宝贝外甥弄进这魔都第3中学当老师吧，更是用职权捞取不少小目标吧。听着我的话，王志强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你到底是谁？我没有说话，拿出特务科证件扔在了办公桌上。当王志强看清特务科3个字时，他浑身都颤抖了起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这点破事竟然会惊动特务科的人。长官饶命啊，我穷怕了，那些钱我一分都没敢花，都还在。我看着他，眼神没有丝毫波澜。可惜这个王志强不在萧敬寒给出的那份必杀名单上，否则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将其处理掉。这时我召唤出一只暴类异形，他猩红的眼眸注视着王志强。这是我需要一个身份，进入徐超任教的班级，并且从今天起，你要忘记刚才发生的一切，明白吗？异形感受到了我的意志，他抬起一只爪子向前一挥，咔嚓，那张坚固厚实的办公桌在他锋利的爪刃下瞬间被切成2半。看见这一幕，王志强吓得浑身颤抖。明白了，我明白了，我马上就去安排。转眼间，校长带着我来到徐超的班级。徐老师，是这样的，这位小军同学是新来的插班生，以后就是你们班的一员了。随后，王志强转身离开。我们班非常欢迎你的加入。徐超给我安排的座位在一个瘦弱的男生旁边。接下来是徐超的语文课，他讲课风趣幽默，若非亲眼所见，他之前的所作所为，任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老师，背地里竟是如此不堪。思索间，下课铃响起，我刚准备起身活动一下，3个小混混便吊儿郎当的走了过来，将我围在了中间。新来的挺拽啊，我叫黄涛，这2位是我的兄弟，瘦猴肥龙。在这魔都3中想安安稳稳的待下去，就得懂点规矩。随后肥龙伸出手，500块保你平平安安。我嘴角微扬，眼神中带着凌厉。如果我不交呢？黄涛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然后一脚踹向我旁边瘦弱男生，将整个人踹飞出去好几米远，随即对我说道：看到没有，这就是下场。随后瘦猴和肥龙慢慢向我逼近。小子，我劝你识相点，不然哥几个帮你松松筋骨。我站在原地没有说话，瞬间一个箭步我冲到黄涛面前，将他的身体甩出，重重砸在墙上。见状，瘦猴和肥龙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他们甚至没看清我是怎么出手的。这时肥龙挥舞着拳头向我面门砸来，但我却不闪不避。就在拳头即将击中我时，我微微侧身避开拳风，肥龙那庞大的身体便狠狠地撞在墙上，一时间只剩下瘦猴一人呆立当场。他看着我，全身都止不住颤抖。我转过身，目光落在瘦猴身上，瘦猴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哥，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一时间，整个教室陷入一片死寂，所有学生都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那个新来的插班生竟然把黄涛他们3个都打趴下了，这怎么可能？黄涛他们可是学校里有名的恶霸，仗着家里的背景和徐超老师撑腰，平时在班里横行霸道，无人敢惹。不一会，黄涛面露难色，从地上爬起来，指着我破口大骂：你他喵知道老子是谁吗？我爸是黄建军，魔都法院的最高审判长，你敢打我，信不信老子让你把牢底坐穿？闻言我心中一喜，黄建军这个名字我有印象，萧敬寒给我的那份资料里，黄建军也是陆振宇的保护伞之一，也在那份必杀名单上。我原本还在纠结今晚应该挑选哪位幸运儿作为异形酋长精神念力的第一个试验品，这不就来了吗？这时我冰冷地盯着黄涛，黄涛看到我目光的刹那，背上不自觉升起一股寒意，仿佛被洪荒猛兽盯上的感觉。黄涛被我吓得不敢再多说一句话，但他在这么多同学面前丢脸，脸上的面子挂不住。随即他走到瘦弱男生面前，扔出一团废纸，把这团纸给老子用嘴叼起来扔进垃圾桶。今天这事就算过去了，瘦弱男生不敢反抗，他知道如果自己不照做，等待他的将会是更加残酷的折磨。随后在黄涛以及全班同学的注视下，他咬着牙捡起废纸，爬到垃圾桶旁，将那团废纸吐了进去。紧接着黄涛发出一阵得意的大笑，教室里有的低下了头不忍再看，有的嘴角也露出笑意，仿佛在欣赏一场有趣的闹剧。转眼放学铃声响起，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校门口的拐角等待着。不一会，被黄涛等人欺凌的男生从校门口走了出来，连忙我走了上去，挡在他身前。他看到我眼神中闪过一丝疑惑与不安。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林墨。小军同学，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林墨，你想不想得到反抗
抗的力量。听见我的话，林默猛地一怔。我今天在教室里的表现，他看得一清二楚。在强大的力量面前，黄涛三人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那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强大。接着他摇了摇头：“小军同学，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想连累你。黄涛他家里很有势力。”说完，他从我身前绕过仓皇离去。然而我却站在原地，并没有追去。看着林默仓皇远去的背影，我的嘴角不自觉勾起笑容。我相信林默迟早有一天会主动找上自己。当绝望积累到一定程度，总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随后我向审判长的家中走去。与此同时，魔都第3中学的教学楼天台，徐超脸上的温和笑容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阴沉。废物！他一脚狠狠踹在黄涛身上，黄涛疼得龇牙咧嘴，却不敢有丝毫反抗。见状，瘦猴和肥龙站在一旁，连大气都不敢喘。喵的，一个新来的转学生都搞不定，老子平时怎么教你们的？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以后还怎么给老子办事？要不是看在你那个审判长老爸还有点用的份上，老子今天就把你拉去，把身上的零件全给卖了。此话一出，黄涛三人顿时后背发凉。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个平日里温文尔雅的语文老师，背地里究竟有多么心狠手辣。超哥，我错了。随即黄涛三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那个小军，他太能打了，我们根本不是对手。超哥，你可要为我们做主了。听着黄涛的话，徐超眼神变得阴冷起来。哼，一个学生而已，能有多大能耐？这几天你们先别去招惹他，我会以老师的身份好好关照一下这位新同学。等我把他打压的差不多了，你们再去跟他好好沟通一下班费的事情。黄涛三人闻言，脸上顿时露出喜色，连连点头道：“超哥放心，到时候我们一定让那小子乖乖听话。”见状，徐超不再理会，转身离去。另一边，我来到一处高档别墅区外，提前放出爆脸虫进去探路，发现里面没有任何活物的气息。随后我躲过监控视角进入别墅内部，接着我打量着四周，确认别墅内确实空无一人，便从预售空间召唤出数十只雄蜂异形。随即我下达指令：“去吧，把这里当成你们新的家。”下一秒，数十只雄蜂异形便四散开来，迅速融入进别墅的各个角落，有的钻进了天花板的夹层，有的爬进了通风管道。而接下来我只需要等待着黄建军回来。半小时后，一个浑身酒气的身影摇摇晃晃来到大门前，此人正是魔都法院的最高审判长黄建军。他踉跄着打开房门走进房间内，并未察觉丝毫异常。别墅内一片漆黑，他摸索着准备开灯，这时脚下似乎有什么东西迅速爬过。靠，蟑螂！终于他摸到了开关的位置，但发现触感却不对。一瞬间，黄建军的酒意被这诡异的触感驱散了几分。他拿出手机点打开灯光向前照射，然后黄建军就看到了此生最恐怖的一幕：墙壁、天花板此刻都覆盖上了一层蠕动着的暗色生物。他想要尖叫，却发现喉咙已经吓得发不出任何声音。他刚转身想要逃离，一股带着浓烈腥气的液体突然从他头顶滴落掉到头上。黄建军的身体颤抖着转过身子，然后他看到一行酋长美丽的脸死死地盯着他。此时黄建军只剩下逃这个念头，他向着大门的方向快速逃窜。然而他的身体刚刚转身，一股无形的巨力猛地攥住了他。黄建军只觉得身体一轻，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上飞起，狠狠地按在了天花板上。他口中发出惨烈的叫声，四肢贴在天花板上动弹不得。就在这时，客厅的灯光被我打开，黄建军他看到我微笑的神情，脑子一下就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年轻人绝非等闲之辈，这满屋子的怪物显然都与他有关。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脑飞速运转，试图寻找一线生机。你是什么人？你想要什么？只要你放了我，钱和权还是地位，我都可以给你。他相信没有人能抵挡这种诱惑，金钱、权力、地位，这是他无往而不利的武器。然而我却缓缓开口，我更想要你的命，要你死。此时黄建军声音带着颤抖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他急切地想要知道对方的身份，这或许是唯一能够活命的线索。是哪个组织派你来的？是御兽师协会还是天蝎教会？他这些年得罪的人太多，一时间还无法确定究竟是谁。随即我嘴角勾起笑容，拿出证件，自我介绍一下：特务科小军。这时黄建军看清了证件上的字样，脸色瞬间变得煞白。特务科这个名字如同魔咒，瞬间击溃了他心底最后一道防线。他知道这个部门，也知道他们的行事作风，无声无息，铁血无情。这时他突然明白了什么：你们是来找陆振宇的，想从我嘴里问出陆振宇的下落。做梦！黄建军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绝，他知道落到特务科手里只有死路一条。既然如此，何不保留最后的尊严？我的目光平静地落在黄建军身上，他身旁的异形酋长领会了我的意图，旋即黄建军的身体猛地从天花板上砸在坚硬的地面上，紧接着他的身体在天花板与地面之间被那股无形的力量反复拉扯猛烈撞击。即使如此，他依然没有求饶，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眼神中带着一丝濒死的疯狂。我不会说的。他似乎已经认命，但却不愿屈服。我没有说话。异形酋长再次心领神会，一股更加强大的念力瞬间抓住了黄建军的双腿，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被硬生生地扭成了麻花状。黄建军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然而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下，他的嘴里依然不肯吐出任何信息。我走到黄建军下方，脸上浮现出赞赏的表情。黄审判长，我真是太敬佩你了。这样吧，我现在就走离开别墅，但你只要能挣脱念力从天花板上落下来，你就可以获得活路。听着我的话，黄建军的眼神中激起最后一丝求生的欲望。随即我和一行大军缓缓走向别墅的大门，很快我和一行大军便消失在了别墅的深处，离开了黄建军的视线。此时别墅内只剩下黄建军被吊在半空中，他感受着那股束缚着他的念力，似乎真的减弱了几分。活路这个词瞬间
间点燃了他心中所有的求生欲望。随后他的身体开始拼命的蠕动挣扎，他能感觉到那股念力虽然减弱，但依然强大的让他难以挣脱，但与活命的希望相比显得微不足道。黄建军咬紧牙关发出低吼，随即他拼命的扭动他的身体，在这极致的挣扎中变得异常扭曲。不一会，砰的一声响起，黄建军的身体猛地从念力的束缚中挣脱，狠狠地砸在地面上。这时他虽然浑身剧痛，但逃生的狂喜瞬间淹没了黄建军所有的痛苦。随后他嘶哑的怒吼着：“小军，老子今天没死，你给老子等着，等老子缓过来，老子一定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眼中闪烁着疯狂的报复欲望。然而就在这时，一只抱脸虫从他身边阴影中悄无声息地爬了出来，猛地扑向了他的脸，死死地抱住他的头。不一会，黄建军的身体无力地抽搐着，最终他的身体彻底的僵硬，只有抱脸虫依然死死地趴在他的脸上。街道上，我从名单中将黄建军的名字划掉。不出我所料，陆振宇之所以能将犯罪帝国发展起来，手底下的主要人物或多或少都是有些骨气的，想要从他们嘴里硬撬出来线索，恐怕不太现实。不过下次应该要加大逼供力度，万一对方就招供了呢？反正有徐超这个保底在，也不怕把对方折磨死。我的目光冰冷地落在名单上，下一位，北野私人医院院长谢逸飞。另一边，北野私人医院，谢逸飞正在手术室工作。这时手机铃声响起，他接通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组织联络人的声音：“谢院长，黄建军昨晚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他的眉头一皱：“谁干的？不清楚，只是提醒你最近小心行事。”说完电话便被挂断。谢逸飞放下手机，不屑一笑：“呵，黄建军不过是个有点地位的废物，死了也就死了。而我不一样，有的不仅是地位，更多的是我的实力。”随即他掀开面前的白布，一具被掏空的尸体出现在面前。接着他从预售空间中取出一条线虫，扔进尸体胸腔的空洞中。片刻之后，原本还僵硬的尸体，整个身体都开始剧烈的颤抖，然后尸体猛地从手术台坐了起来。谢逸飞看着自己的杰作，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与此同时，徐超家里，黄涛正一脸恐惧地站在徐超面前。他昨晚回家时看到他父亲冰冷地躺在地面，身上还趴着一个漆黑的怪物，好在他快速逃了出来，不然也成了那怪物的腹中餐。此时徐超一脸阴沉盯着黄涛，他刚才也收到组织通知黄建军死的消息，黄建军死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危险的信号。组织内的人都和黄建军串通一气，现在黄建军死了，鬼知道谁会成为下一个目标。这时徐超一脚踢在黄涛身上，听着废物，你爸已经死了，以后再也没有人能保得住你，以后给老子办事小心点，再出什么幺蛾子，老子第一个把你身上的零件给拆了。闻言黄涛身体一僵，连连点头，是超哥，我一定小心，滚。见此黄涛连忙跑出了门，来到了街道上。然而不远处一只异形小鸟正停在房屋高处，默默地注视着一切。当黄涛的身影消失在街角后，那只黑色小鸟也悄然跟去。另一边，我站在房间，视线从异形小鸟的精神链接断开，露出了满意的表情。黄涛的恐惧，徐超的暴怒，都清晰地被我看到。很好，一切都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随即我看了看预售空间，发现新孵化的抱脸虫和异形卵都堆积了不少，看来是时候再去壮大一波异形军团了。正当我打开手机查看资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电话刚一接通，那头就传来萧敬寒急切的声音：“小军，紧急任务，立刻到特务科总部集合。”什么事？青龙平原出现大规模异兽暴动，初步判断有爆发小型兽潮的风险。目前平原外围已经出现异兽冲击防线的事件，我们需要立刻前往阻止兽潮的形成。闻言我全身都兴奋了起来。青龙平原发生兽潮，这可真是天助我也！刚才还愁没有足够的宿主来孵化异形，现在这边就主动送上一场自助餐。知道了，我马上过去。不一会，我来到特务科总部办公室，发现除了萧敬寒，还有另一个红发女人。此时她正眯着眼，目光打量着我。你就是那个新来的人渣小军？闻言我当即愣住，这女人说话还真是不客气。萧敬寒听到红发女人的话，眼神严肃地瞪着她。赤羽，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严肃的警告。赤羽慢悠悠地开口：“能进特务科的有几个不是人渣？”说完，他双眼微眯看向我，语气懒散开口道：“赤羽，这次青龙平原的任务，我会跟你们一起去。”我没有说话，只是平静地看着赤羽，但我却从他的眼神深处捕捉到了一闪而逝的危险气息。我心中暗道：这个女人不简单。此时一旁的萧敬寒见状，脸上露出一丝无奈：“小军，这位是赤羽，特务科的老队员了。赤羽，这是小军，新加入的成员，能力很强。”闻言，赤羽再次眯起眼睛看向我：“能力很强，有多强？”我微微皱眉：“你试试不就知道了。”赤羽的性格，萧敬寒很清楚，桀骜不驯，我行我素。整个特务科能让他真正放在眼里的人屈指可数。而我虽然是新人，但骨子里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傲气。此时，萧敬寒看着我们的对峙，摇了摇头，有些头疼。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随即，他带着我们走到一个屏幕前，屏幕上显示着青龙平原的实时监控画面，画面中无数异兽从森林中涌出。此时，萧敬寒一脸严肃道：“根据最新情报，青龙平原深处出现了一头疑似高阶的统领级异兽，正是他引发了这次的异兽暴动。”闻言，我的眼神闪过一丝激动。统领级异兽，这对我来说倒是个不错的好消息。统领级异兽的血肉对于异形的进化可是大补之物。这时旁边的赤羽缓缓开口：“统领级吗？终于有点意思了。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在兽潮冲破防线之前，把那头统领级异兽找出来干掉它，或者将冲出防线的异兽挡回去。”而一旁的我目光始终盯在屏幕上，此时我的内心已经止不住的兴奋。这么多的异兽，如果将它们全部转化为宿主，那么我的异形军团
将会迎来一次恐怖的暴涨。随即我压住心中的狂喜，淡淡开口：什么时候出发？萧敬寒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依旧懒散的赤羽，现在就可以出发。你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兽潮爆发。不一会，我和赤羽通过传送大厅来到青龙平原，刚落地就看见不远处各种异兽正在冲击临时防线，而防线后面军方御兽师也都操控兽宠跟异兽战斗。就在这时，一名军官急切地跑到我们面前：两位是特务科派来的支援吗？见状我点了点头，随即他看了看我们身后，发现没有预想中的大部队，瞬间眉头皱起，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萧科长他没有来吗？不等我回答，身旁的赤羽不耐烦地开口：什么事都要他亲自出马的话，那要我们这些手底下的人干什么？闻言，军官脸上露出一丝担忧的表情。可是两位，这可是兽潮啊，就凭我们这点人手恐怕不够啊。我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跟个娘们一样磨磨唧唧？不就是兽潮吗？交给我们就行了。说完，赤羽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挑衅。喂，新来的，这兽潮就交给你了，老娘先去把那什么统领级异兽解决了。话音未落，只见赤羽伸出手打开御兽空间，一只雄狮从中猛然跃出。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雄狮突然猛地一口咬向赤羽的身躯，咔嚓一声，骨骼摩擦的声音随之响起。见状，一旁的军官吓得脸都绿了。就在他下意识准备大叫时，雄狮的身躯迅速融入了赤羽的体内，一时间强大的火光覆盖了他的身体。转眼之间，他身穿装甲，手拿巨斧出现在面前，随即他猛地跳起，身影快速冲向兽潮方向。他一边向平原森林的深处前进，一边挥舞巨斧开路，所过之处异兽纷纷都化为焦炭。我看着赤羽远去的背影，心中微动。又是这样，先前的萧敬寒也是如此。他们并非简单的驱使兽宠进行战斗，而是将御兽与御主自身结合，爆发出更强的力量。这种战斗方式我之前闻所未闻，看来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有必要找萧敬寒好好了解一下这种战斗技巧，这对于我未来发展异形军团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启发。而此刻站在一旁的军官正震惊地看着赤羽的方向，那还是人吗？一个人就敢这么冲进兽潮，强，太强了！这就是特务科的实力吗？难怪敢只派2个人来支援。忽然，军官脸上从震惊转变成担忧的表情。那个红发女人去对付统领级异兽，可眼下这兽潮怎么办？随即，军官的目光看向我，这位长官，您看这兽潮，要不您再联系一下特务科，看看能不能再多叫点人来。我看着赤羽的背影彻底消失在视线中，心中不禁暗自感叹，这疯女人心是真大，自己找统领级异兽的麻烦，把这烂摊子扔给我一个新人。若是换了其他人，此刻恐怕早已吓得不知所措。不过对我而言，这铺天盖地的异兽反倒是送上门的礼物，不必，我一个人就够了。闻言，军官彻底懵了，一个人？他承认刚才那个红发女人强得不像话，可眼前这个年轻人看起来斯斯文文，他凭什么说出这种话？这时我伸出手连接御兽空间，心中默念站起来。突然一股无形的波动以我为中心扩散，紧接着地面出现一道道漆黑的阴影，下一刻，一只只通体漆黑的异形源源不断地从阴影中探出。转眼间，异形们整齐排列站在我身后。此刻军官看着他们的出现，身体不自觉地颤抖。他见过各种各样的异兽，可眼前这些怪物身上的危险气息远超以往所有异兽。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一名御兽师拥有几只强大的兽宠，他见过；拥有几十只兽宠的军团指挥官，他也听说过。可像眼前这般一次性召唤出成百上千只，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这根本不是御兽师，这简直就是怪物之王。此时军官的大脑一片空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接着我发出指令去，随后身后一阵嘶吼声响起，身后的异形大军瞬间暴动，全都冲向军区防线前的战场中。顿时一场黑色与黑色的碰撞瞬间爆发。不一会，那些在军方防线前凶猛无比的异兽，在异形大军面前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战场中，此时一幕幕惨烈的画面一一上演。异形战士们用爪牙轻易地撕开异兽的甲壳，他们那酸性的血液一旦有异兽沾染，便会腐蚀掉他们的血肉。更不用说那些拥有特殊能力的异形，此刻更是凶猛无比，大杀四方。而抱脸虫更是如同战场上的幽灵，他们灵活地在混乱的战场上穿梭，寻找着合适的目标，一旦锁定便快速扑向异兽的头颅进行寄生。转眼间，异兽们开始逃窜。然而面对数量同样庞大且更加有组织性的异形，他们的任何抵抗都显得苍白无力。此刻军官正呆呆地看着这一切，他之前还觉得赤羽的实力已经超凡脱俗，可现在看来与眼前这个年轻人相比，赤羽的巨斧似乎也没那么震撼了。我对于战场上的画面没有过多关注，此时我的目光早已投向了平原深处的森林。赤羽的目标是统领级异兽，但我的目标同样也是，而且我必须赶在赤羽解决掉之前找到那头统领级异兽，并且还要让抱脸虫成功寄生。一头统领级的异兽作为宿主诞生的异形，其实力绝对远超普通的异形战士。随即我心念一动，召唤出异形酋长和雾影，接着我发出指令，女王开路，雾影掩护。下一刻，异形女王朝着森林的方向横冲直撞而去，挡在她面前的任何异兽都被她那恐怖的力量轻易撕碎撞飞。随后我在雾影能力的掩护下，紧跟在异形女王身后，向着森林深处前进。此刻那名军官正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消失的方向，以及那片仍在被异形大军屠戮的战场。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这个世界太疯狂了。转眼间，我来到青龙平原深处，目光寻找着统领级异兽的身影。我的目标很明确，那头引发兽潮的统领级异兽。赤羽那个疯女人，行事风格虽然狂放不羁，但实力不容小觑。我必须在她之前找到目标。突然，前面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传来，我眉头一皱，这动静绝非寻常。随即我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寻去，
不一会，我走到一处草丛旁，前方是一片空地，空地的中央，赤羽身影出现在眼前。只见他正与一头异兽激烈战斗。我定睛一看，他的对手居然是一头统领级的异兽紫电魔莲，而赤羽已经占据了上风。紫电魔莲正发出一声声愤怒的嘶鸣，那看似坚不可摧的甲壳上已经出现了数道伤痕。就在此时，激战中的赤羽察觉到了我，这时他一斧逼退紫电魔莲。有新来的，你那边这么快就搞定了？随即我走到他身旁，正在解决，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闻言，赤羽眉头微皱，正在解决。他看了一眼我身后的异形酋长和雾影，这家伙人和兽宠都到这里来了，那外面的兽巢谁在解决？难道他还有后手？就在这时，紫电魔莲向我们冲来，随后他摇了摇头，既然来了就搭把手。说完，赤羽再次冲向紫电魔莲，我没有多言，随即向雾影和异形酋长下达了命令。异形酋长猛地冲向了紫电魔莲，同一时间，雾影的身影也消失在原地。下一刻，紫电魔莲头颅旁空气微微扭曲，一道利掌迅速抓向了他的腹眼。这时，紫电魔莲感受到新的威胁，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他的一只镰刀前肢回防格挡异形酋长的冲击，另一只镰刀扫向雾影偷袭的方向。然而异形酋长根本不闪不避，任由那巨大的镰刀劈砍在自己甲壳上，一时间火星四溅。紫电魔莲的攻击只在异形酋长甲壳上留下一道白痕。这时异形酋长抓住机会，利爪狠狠拍在紫电魔莲的身上，砰的一声，紫电魔莲身躯一颤，发出一声嘶鸣。与此同时，雾影也在混乱中快速的攻击。不一会，紫电魔莲的身体被控制住，口中发出惨烈的叫声。见状，赤羽眼睛一亮，好机会！随后拿着手中巨斧跃起，朝着紫电魔莲的头颅狠狠劈去。此时紫电魔莲一只复眼被毁，视野受阻，面对赤羽这全力一击，他根本无法有效躲避。就在巨斧就要击中他时，我连忙叫道：“等等！”听到我的话，赤羽的动作半空中顿住，他猛地转过头瞪着我：“你搞什么鬼？这只异兽我还有用？”赤羽眉头紧锁，脸上充满疑惑：“有用？”他打量了一下已经奄奄一息的紫电魔莲，这玩意儿除了包点材料还能有什么用？我没有解释，走向不断抽搐的紫电魔莲身前，伸出手将爆脸虫放在紫电魔莲脸上。这时紫电魔莲似乎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身体剧烈的挣扎起来。然而在异形酋长与雾影的压制下，他的任何反抗微乎其微。此时赤羽站在一旁，已经看得目瞪口呆，这到底是在做什么？他见过各种各样的御兽手段，有强行奴役的，有温和培育的，也有利用特殊道具进行控制的，可像我这样的，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几分钟后，随着紫电魔莲的挣扎慢慢平息，爆脸虫也从脸上脱落掉在地上。这时一阵撕裂声响起，紫电魔莲的胸腔突然炸开，紧接着一只外形狰狞的全新异形猛然钻出，而一旁的赤羽见状，整个人都愣住，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这他喵是什么邪门的玩意儿？兽宠还能这么玩？这时我向他发出指令，新的异形立马扑向紫电魔莲的尸骸啃噬起来。赤羽在一旁看着，只觉得背上升起一股寒意。片刻之后，那只异形停止了进食，周身散发着更加浓郁的死亡气息。我看着全新的异形，嘴角勾起一抹微笑，从今以后你就叫镰刀。随即镰刀异形发出一声顺从的嘶鸣。这时一旁的赤羽忍不住开口，他们还能通过吞噬其他异兽来进化？我没有理会赤羽，只是淡然开口，潜力确实不错。赤羽闻言嘴角一抽，何止是不错，这简直是逆天了好吗？难怪萧敬寒那个老狐狸对这个新人如此看重。既然这边收拾完了，我们就回去吧，外面的兽巢应该也清理的差不多了。听到我的话，赤羽这才回过神来。这时他看向我身后的3个异形，这家伙的主力都在这里，那外面的兽巢。随即我向森林外走去，见此赤羽也带着疑惑跟了上来。不一会，我们来到青龙平原，原本汹涌的兽巢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黑色身影。见状，赤羽脸色一变，手中的巨斧快速浮现，便要冲上前去。连忙我一把拉住他，别冲动。赤羽猛地转身看向我，正当他准备开口说话，但看到我平静的眼神，一个荒谬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浮现，顿时他浑身都止不住的颤抖，指着远方那密密麻麻的黑色身影：“是你的。”我点了点头，是我的兽宠。听到我的话，他感觉自己的大脑有点不够用了，那些成千上万的恐怖怪物都是他的兽宠，开什么国际玩笑？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随后跟着我来到异形大军面前。他看着眼前一只只形态各异的怪物，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当我走到他们面前时，整齐划一的嘶鸣声响起，紧接着所有异形都低下头颅，做出臣服的姿态。见状，赤羽震惊的看着我，他觉得自己以前对强大这个词的理解可能有点太肤浅了。就在这时，先前那位军官来到我们面前，长官，那些异形战斗力太凶猛了，兽巢已经完全解决，多谢2位长官出手相助，我一定会将2位长官的功绩如实上报。见此，我点了点头。赤羽则是表情复杂的看了看军官，又看了看我，最终什么也没说。他觉得自己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任务结束，军官安排了车辆送我和赤羽返回特务科。回去的路上，赤羽好几次看向我欲言又止，最终我率先打破了沉默：“你那种与兽宠融合的战斗方式是怎么做到的？”闻言，赤羽嘴角勾起一抹笑容：“你想学啊？”这时我尴尬的挠了挠头，有兴趣。见状，赤羽露出邪魅的微笑，身体微微前倾，凑到我面前。顿时空气中一股小香风飘了过来。也不是不可以教你啊，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闻言，我平静的开口：“什么要求？”见此，赤羽一脸调戏的神情看着我：“很简单，只要你。”然而我直接不给他机会，直接打断：“不必了，我之后会去请教萧科长。”闻言，赤羽的笑容僵在了脸上，顿时一股无名火从心底窜了上来。完全没想到我会拒绝的如此干脆，哼臭男人，真就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不过萧敬寒那个老狐狸那种压箱底的本事，
式，怎么可能轻易传授给一个新人？哪怕这个新人再怎么妖孽，到时候还不是得灰溜溜的跑回来求我？想到这，赤羽的嘴角微微翘起。2小时后，特务科办公室，萧敬寒听完我和赤羽的汇报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次任务你们完成的很出色，具体的功绩评定我会安排下去，你们先回去休整吧。赤羽闻言看了一眼我，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然后转身离开了办公室。一时间，办公室内只剩我跟萧敬寒2人。萧敬寒的目光若有所思地看向我，正当我准备离开时，萧敬寒开口道：“你留下。”见状，我没有拐弯抹角，当即开口道：“我想请教萧科长，关于狱主与受宠融合的那种战斗方式。”闻言，萧敬寒并不惊讶，似乎早就料到我会有此疑问。你是指幻兽化吧？幻兽化，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特殊的方法，将受宠转化为一种纯粹的能量形态，与狱主自身进行深度结合，从而增幅狱主的各项能力，甚至让狱主短暂拥有受宠的部分特质与技能。听着萧敬寒的描述，此时我全身都沸腾了起来。真要是这样，那我不得原地无敌，毕竟自己有那么多强大的异性。萧科长，这种幻兽化我能学吗？幻兽化的修行对狱主与受宠之间的默契度和精神力强度都有极高的要求。以你目前展现出的能力和你那些受宠的特殊性来看，理论上是有可能掌握的。可正当我以为有希望的时候，突然萧敬寒微微蹙眉，似乎有些为难。我最近可能要出一趟远门，时间会比较长，恐怕短时间内没有办法亲自指导你。如果你想学，或许只能等我回来之后。闻言，我眉头一皱，这意味着我想要学习幻兽化，至少要等上一阵时间。这让我心中生出一丝懊悔，早知道刚才在车上就应该先听听赤羽的条件。现在倒好，萧科长这边暂时指望不上，赤羽那边又被自己一口回绝。见此，我挠了挠头，一脸遗憾。我明白了，多谢萧科长解惑。既然如此，我就不打扰您了。随后我便离开了办公室。就在我走到楼梯转角准备下楼的时候，赤羽的身影挡在了我面前。此刻他正一脸得意地看着我。怎么样，萧大科长他老人家肯不肯教你啊？我算是看出来了，这女人就是故意在这里等着看我笑话。萧科长最近有事外出，那可真是太不巧了呢。他故作惋惜地摇了摇头，但眼底的幸灾乐祸却是怎么也掩饰不住。这时赤羽向我面前靠了靠，一股小香风再次扑面而来。所以现在要不要听听我的要求了？看着他，我不得不承认，在萧敬寒暂时无法指导的情况下，赤羽成了我目前唯一的选择，除非我愿意无限期的等下去。说说看，如果你的要求实在太过离谱，或者我办不到，那我也只能等萧科长回来了。听到我的话，赤羽一脸得意，就知道你会答应的。我这里刚好有个任务不太想去做，所以就请你帮个忙，替我把它给解决了。闻言，我眉头皱起，替他做任务，这就是他的条件，听起来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接受。什么任务？也不是什么大事了，就是最近有不少目击者在魔都的各个区域都声称发现了一些类似丧尸一样的生物。丧尸？对，就是那种行动迟缓但力气不小，而且好像还具备一定传染性的玩意儿。特务科怀疑这些东西要么是某种新型的异兽，要么就是有御兽师在背后搞鬼，所以需要有人去调查清楚。但这种跑腿调查的活最麻烦，一点都不痛快。我更喜欢那种酣畅淋漓的正面战斗。具体的任务信息回头我发给你。闻言，我松了一口气，听起来确实比直接对抗兽潮要麻烦一些，但也并非无法接受。此时我再次确认道，只是替你完成这个任务。赤羽用力点了点头，生怕我反悔似的。对啊，只要你帮我把这个任务完成，幻兽化的修炼方法老娘就交给你，怎么样？这笔买卖划算吧？见此，我当即答应了下来。一个任务换取一种强大的战斗技巧，这笔交易确实不亏。而且对于那种所谓的丧尸生物，我也隐隐产生了一丝兴趣。如果真的是一手，或许我的异形军团又能增添新的素材了。